大家好，今天说情绪啊，情绪有很多理论，各种各样的角度，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但是我们今天从第一视角来看一下情绪到底是什么，一步一步理解情绪，学会情绪调节的4个技巧，以及如何从根本上管理情绪。但是这4个小技巧好不好使，取决于最后这个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说，只是理解情绪不意味着能管理情绪，中间还有一个如何转化为可以自然做到的关键过程。最重点的部分就在视频最后。做这个视频之前，我本来是先大概选了一个方向，就在社区发了一个问卷形式的帖子，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受到情绪的困扰。当时第一位回应我的网友朋友选了没有。好吧，休息吧，我就没有动力再来写这个内容了但是接着又收到了另外几位网友朋友的回应那么动力就又回来了。我也很开心有人回应我。第一视角就是我们自己实际体验到的，我感受到的，你体验到的，他观察到的，这每一个独立的人，每一个我就是第一视角。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你觉得，要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在了解心理、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心理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心理与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不同的地方，它无法间接代替，只有自己才知道，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可能听起来似乎好像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人体的心理的规律却是一样的。情绪如何出现、变化、消失，不会因为年龄、性别、语言的不同而有不同。如果说换了个人、换了件事就对不上号了，那说明这个就谈不上成为规律了。所以管理情绪，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心理健康的保养，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规律。关于情绪的谈论，情绪的存在感比过去强多了。比如如何控制情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如何控制负面情绪，提供情绪价值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都是关于情绪的问题。但是诸如此类提到关于情绪的语句存在对情绪的认识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容易将受众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也有好的方面，多多少少，至少比过去更开始关心心理的问题，更加开始愿意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面。比如很常见的上班不开心周一上班不开心家庭关系紧张这些也开始愿意去了解，或者说在意情绪和自己身体健康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女性健康，比如甲状腺、乳腺之类，情志是比较大的影响因素。那从第一视角来看的话，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注意力稍微收一收，就是收回到自己身上，松一松，不用特别的沉浸在这个视频，或者说这个手机或者说电脑当中的这个视频里，知道稍微再听就行了。情绪的产生和变化的路径，基本上1、2句话就能说完，并不复杂，非常简单。情绪通过我们的五官，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还有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还有身体触摸到。人体全方位接受的感受，这个感知觉的信息在被领受后，通过认知，就是这些，这就是一个打包的信息，通过认知分辨，也就是一个识别的过程。首先在我们的心脏处发生反应，嘣嘣嘣嘣，这个心脏的反应它就像信号一样，是突然触发的。哎呀，这个闪电我画的不像再来一个。这个接收如同信号一样，是突然触发，瞬间产生的
很快就流过，不会停留。如果心脏再次反应是需要通过再次触发的，并不是一直持续的状态。从触发到心脏产生情绪，传递到大脑，这个是我们的头吧，传递到大脑。从触发到心脏产生情绪，传递到大脑后，再形成情绪的这个刺激记忆啊，然后记忆，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愤愤不平啊，久久不能释怀啊，让人心痛的前男友、前女友们，还有原生家庭的伤害，都属于大脑中的记忆，反复触发，一直在回旋停留。此时已经其实不是最开始的情绪本身了，本来情绪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目前主流对情绪的了解其实是已经到这一步了，就是说已经传递到大脑之后的认知已经上头了，并不是一开始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时候如果在这里琢磨情绪的问题啊，解决情绪的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啊，只能被反复出现的这个记忆牵着走，根本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解决情绪的办法，是找不到的，因为方向错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洗，我还要加一把火。有人说不爱听这个声音，这个就是爱吧，一滴泪吧。各种各样的情绪，比如喜怒哀乐悲恐惊，情绪本身对我们人类而言其实是就像监控器一样，警报器一样，只是给一个反馈，只是一个反馈。如果有事情触发，警报器响了，就只是一个刺激反应，滋，没了，它真的是很快的一闪而过。所以像提供情绪价值这种说法就听起来就很滑稽，不管是谁向谁索取，谁又格外的需要，只有怎么说呢，就是心理亚健康的人，心理不太健康的人，暂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通过依赖别人、依赖他人来安慰自己，给予某种情绪上的快感，满足自己，所以就产生了情感饥渴，认为提供这种缺失就是给予价值。但是可能真正的语境是，人们其实想表达要注意情绪价值，是说人和人之间这种舒适的相处状态。本来人和人相处就是首先把自己照顾好，自己先感到舒服，自己放松了，其他人就很难，就是说有一个不太舒服的状态。你说情绪价值这种东西提供过了，给过了，也是很奇怪的。情绪价值没有这个东西，更不存在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情绪本身就不是稳定的东西，就好像你到底是希望这个警报器一直响啊，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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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响，还是说一直不响呢？哪样都不合适。所以要求情绪稳定是一个这真的是黑人问号脸的感觉啊！亲情、爱情、友情、激情，各种感情都是临时的。这个不是感慨保质期短，或者说它不长久啊，不是灌鸡汤，也不是灌一些乱七八糟的，是情绪，或者说再细微一点的情感。情感是更不易被察觉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人体的主要状态。人体本来就不是浸泡在情绪当中，需要情绪的这么一个设计。人自身的主体本来就是持续的平衡而稳定的，其实很简单。比如我们看一下人一天当中的常态啊，是什么？就是平淡而无聊，这个才是占比更多的。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甚至比较依赖这些感情？说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这些感情会给人们提供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精神支撑，给人们提供一些温暖幸福的感觉。就比如我们经常会把家比喻成温馨的港湾，或者说夜晚为你开启的灯等等，这些
无形之中其实都是在描述他的一种精神力量。但有时候给人是反向的，负面的影响也会让人难以割舍，这个是平时就是很难得意识得到的，不是只有温馨的一面才会让人难以割舍，还有负面的，它也能提供某种意义上的依赖，就是也能让人体验到存在感。因为人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无法直接体验到自己存在，习惯了间接体验这种模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能通过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像来确认自己存在。我要再给它加个圈，像镜子一点。于是才转而追求各种体验，追求情绪迸发的一瞬间。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瞬间，无数人追逐一辈子，哪怕只有一瞬间，却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体验到自己活着存在着，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接着通过这种刺激，大脑中的形成的这个刺激记忆就不断的重复回想加深，各式各样的依赖种类就逐渐形成了。这里不一定是依赖人啊，名气啊，工作啊，都是依赖的对象。只要能刷存在感的这个刺激记忆不断重复的过程，会伴随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滋生心理问题病菌的温床也伴随而形成了。人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情绪，而是常态化的平淡而无聊，也就是人一天当中最多的这个状态，心理过程泛滥成灾的问题。大脑中总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经常这种无意义感就出来了。还能不能知道自己在哪里，能不能清醒的知道自己存在着，还是要不断的通过抓取其他的东西来确认自己存在，间接体验自己的存在。这个抓取的对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的镜子。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解决，情绪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每天都很忙啊，没有时间去体验无聊、平淡这些的。但是通常习惯了忙碌的人会有一个通常的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停下来。习惯了忙碌，一停下来就会无所适从。这其实是同一个性质。我们从小到大很少有人去教这些内容，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甚至对自己的心理状况一无所知。首先，父母的情绪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也是现在很火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的导火索。接着到了学校，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情绪。到了社会，更加都是如何发泄情绪，如何浪费精力的方法。就是怎么消耗精力，怎么来情绪，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意，还有各种无聊经济，也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无孔不入。目前主流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把简单的情绪问题复杂化，又没有实际有效的解决办法。市场在心理方面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的价值观，当然这也是正常反应，没效果谁乐意花钱啊？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心理健康方面人们不在乎又很恐惧。我们对比一下这两句话呀，他最近身体不太健康，好普通的一句话呀，对吧？他最近心理不太健康就是这个量级一下子就出来了啊，身体抱恙不健康，那么就送去关心关爱，对吧？如果是心理不健康，就避之不及，这是很大部分人的普遍的反应。但我相信，如果说但凡大家开始对心理有一点点了解的话，就不会是这个反应了，和身体的这种应该是对待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未知、看不清、模糊，才会给出一种这种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这种反应。不愿意在心理健康方面花钱，但是呢，钱总要找个地方去啊，就在灵修、神通、算命，或者说心理咨询这些和心理相关的，结果就是要么
自我感觉良好一阵子，要么就是直接没有改善，又衍生出很多新的问题。第二个极端，情绪的解决方法依然空白。可能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都会无师自通的形成一种或几种调节情绪的方法，可能是暂时缓解的，或者说压制性的、任其发展的、对抗性的，或者甚至封闭自己的等等。像买、抽烟喝酒、泡澡、听音乐户外游戏、工作等等，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调节或者说释放情绪。调节情绪的方法有好几千种，看起来花样繁多，好像有很多，但是如果归纳总结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只有4种情绪调节4法。第一种，疏导，分层次的把情绪每次疏通一点点，慢慢的释放出去。第二种，发泄，发泄不同于疏通啊，这个是一次性的爆发式的全部释放。3，转移，注意力从一个目标上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比如 A 对 B 的愤怒或者说喜爱，这种感情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直接向 B 表现，于是呢 A 就把这种情绪转移到比自己级别更低的对象上很常见的就是家长在单位吃了领导的脾气，回到家转头就撒给孩子了，这个就是愤怒的转移。第4种，打断，打断就是直接中断停止。我们的心理情绪都是有惯性的，这个惯性也是心理问题最大的痛苦来源，打断就是让这个惯性停止。比如争吵的2个人直接切断分开，让他们不要再见，争吵的热度几分钟就会散了，不会一直停留，因为远离了源头，就是触发的源头。看不见人就不太会触发不好的情绪记忆。如果这种情况下已经分开了一段时间，还是耿耿于怀，或者老是总是想起来，这个是记忆不能遗忘的症状，已经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了。但是人们就是不会在意，其实已经需要开始注意了。情绪调节的4个技巧就是这些，可以互相搭配，灵活转换，挑自己喜欢的适合的使用。但是整体来说，这4个方法比较落后，没有一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最多暂时缓解情绪，而且都是有各种后遗症的。虽然可以处理一部分，但是反复纠缠的问题不可能解决。这4个办法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的。这4种方法，它们中心都是围绕情绪展开的，全部都围绕它在转，全部都是围绕情绪在转。他们没有观察到情绪真正的变化过程，反而是属于不了解情绪的本质而做出的一些应对。很少有人观察过情绪变化的过程，就是如何出现、变化、消失。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都是在观察脑海里各种各样的想法，根本对情绪的理解处理都是靠猜想和偏见。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想看得清楚就看得清楚，是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的。一开始呢，有一点情绪影响的时候，人们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状态，确实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日常可能也没有什么触发的导火线，一旦遇到了触发就不会稳定了。当开始对生活造成干扰，这个时候一下子又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甚至很多地方认为被情绪困扰的这种状态是丰富心灵体验的过程。但凡稍微的知道真实的心理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有的苦是可以不吃的，就是不该吃的苦不要吃。只能说在解决情绪问题这方面真的是太空白了，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方法，能糊弄一下是一下子，到处都在宣传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用，却又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解决了情绪问题的人出现。视频一开头就说了，这4个调节情绪的方法到最后好不好用，
还存在影响因素。真正的难点在于情绪真实发生的时候，当情绪上头的时候啊，人能不能从浸泡在情绪当中的那个状态把自己摘出来，这个是很难的。4个技巧一看就会，一上手很容易废。也有可能的情况是头几次好用，还能想起来，慢慢的不是忘了就是免疫了。而唯一能从根本上改善情绪的方法就是静下来，归根约静。只有这条路，没有任何后遗症。通过人体深度的、持续的静下来的训练，自然的就会减少触发时情绪的强度，强度自然的就会降低了。同时能够看清楚情绪不是自己，形成情绪的缓冲地带。简单来说，情绪并不是自己，就好比说家里面来了陌生人，不会说把这些陌生人当成自己，主人是主人，客人是客人啊，就是可能有的人反应是这不是废话吗？那肯定啊，对呀，他这个就是废话。情绪来了，情绪是情绪，自己是自己，这没有什么需要处理情绪的，他来了他就会走的。还有就是形成情绪的缓冲地带，就是意味着触发了还能稳定。好比就是从过去浸泡变成了一种隔岸观火的视角，它是整个是视角的转变，这个不是靠理解的，无法靠理解获得，只能练习。所以真正的情绪管理需要先搞清楚情绪的本质，而管理情绪的真正核心其实就是不去管，不要给它添砖加瓦，让情绪快速消失，遗忘掉才是关键。事实就是这个样子，通过正确的心理健康的训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到清爽踏实每一天的常态的。而情绪只是瞬间产生，很快过去，调味剂一样的存在，根本不会再需要什么别人给的情绪价值或者依赖安慰，我们自己就是最佳调节者。一开始就说了，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只有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心理状况。通过正确的训练就能实现放松静坐，放松大脑的静坐练习，静下来就是快速减少情绪影响的方法。熟练之后，基本上半小时就能消除情绪的影响。精通后，消除情绪的影响就是眨眼间的事情。但是你说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吗？不是，人一定是有情绪的。不要什么还有网上经常传播高手都是没有情绪的，没有情绪那个是石头，不是人。就像你如果往湖面丢一颗石头，那它肯定会有水波纹啊，但是它自然的就散开了，然后湖面又平静了。如果还有触发，你的波纹，你的这些纹，你会受一些波动，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波动真的就只是起了一个浪花这样子。但是这个状态不是靠讲道理或者说靠理解能做到的，只有去练习，静下来，深度的、持续的静下来才能做到。静下来的最根本就是放松。放松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持续的、深度的，就是全身的这种深度的松，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是需要练习的。我们的世界还没有建设心理健康真正有效的相关内容，都只能依赖情绪纠缠。人们常态化的这种无聊的生活，需要这种冲突、这种戏剧来体验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缠，不断的纠缠。如果想要自己的人生轻松一些，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最主要的，不要被各种宣传说法洗脑。问一问自己，真正就是想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是在解决这种不断的纠缠的情绪的上面，还是说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兴趣领域之所在，节省下来的精力
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真实的生活里，创造我们的生活。感谢订阅，再见，拜拜。蓝色的泡泡。